你亲手扶持一代女帝，可她上位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了你。但就这行刑之际，敌国国主却拿国宝做交换，救了你性命。女帝玄威气得发兵攻打秦国，可10万精锐却被你1万人杀得大败而归，吐出一口老血。不光大唐这边难受，另一头魏国女帝也如此考比，真不该向大唐投诚啊！好后悔，好后悔！来人，快加强边境防守，另外再给大秦写信交好啊！赵国这边皇帝温孝元是脸都绿了，这之前没联姻成功，简直是天大的损失。大周皇宫内，姚熙听闻消息，连道3声好，真不愧是朕看中的人才。立福继续加大投入，真有机会，我们仍然也将萧凡招揽进来，这是自然。以下，另外在西域诸国，他们本是战败后大唐的属国，可现在几个蛮族大王呵呵一笑，现在大唐实力被削弱，正是我们进攻的好时机。我们蛮族不能永远活在大唐的控制下，蛮族永不为奴！乌拉！于是西域3国脱离大唐掌控，收到消息时，玄威直接把诅咒都给摔了。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！你们打不过秦国就算了，如今连3个西域小国都没办法镇压你们做甚？时机这么巧合，定是那萧凡与他们里应外合。萧凡，你怎么能这么狠毒？抛开藏兵谷那回不谈，他自问从未亏待过你，如今你居然半点不念旧情，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！好气，给我抽调兵马，镇压西域3小国！郭天一连忙道：“陛下不可啊！秦国刚取得山海关大胜，谁能料定他们后续举动呢？倘若将兵力调走，只怕大唐边境危矣。”玄威是半句反问不出来，可这样只怕他会沦为9州笑柄，被曾抛弃的弃子反差10万，连区区西域小国都不能对付。但不这样又能如何呢？万一大唐真的有失，他就是千古罪人啊！彻底疯狂！要是没有萧凡，他今日又怎么会如此难堪？西域3国又怎么敢反呢？然而他是做梦也没想到，真正拉血压的事情是在半月后，这场战役传遍了9州，许多国家前来出使秦国建交。玄威是咬牙切齿啊！一想到龙笑笑高高在上接受各国来朝，他就好气。秦国不过一小国，凭什么能说他国朝拜呢？都是一些墙头草，墙头草！还有那个叫炸药的神器，以前萧凡这狗奴才从来没有拿出来过，居心叵测啊！他一定要让萧凡后悔，他才是萧凡的主人。这时兵部尚书提了个建议：陛下，那秦国有炸药，那我们大唐也有昊天镜啊！深吸口气，总是冷静下来。对哦，有昊天镜，这些昊天镜参悟并加以使用，那不知名的炸药不在话下。参悟的怎么样了？陛下，参悟尚可。尚可？郭天一忍不住嘲讽：若是此战用上昊天镜，怎会败得如此惨烈？这臣……兵部尚书一时无言。玄威看着这帮面带谄媚的朝臣，气不打一处来。这群家伙事儿办不好，一张嘴倒厉害的紧，整日只会说空话。如果换作萧凡，他只要刚表达出意愿，萧凡就会一言不发替他办好，从不用操心半分。叹气道：传朕之令，大肆招揽9州谋士来我大唐参悟昊天镜，只要真才实学，大唐绝不亏待。他想得很清楚，这贪污透了这神器，萧凡那区区炸药又算什么呢？陛下圣明！此消息一出，不少谋士蜂拥而至，甚至不少秦国的谋士也选择前往大唐。毕竟就算输了一场，大唐国力也远非秦国可比。郭天一跪伏在地，恭喜陛下！如今9州谋士接近赶往大唐，陛下圣明！玄威笑了，萧凡，看看你灭了我大唐10万精锐又如何？在大唐与秦国之间，他们依然选择大唐，这就是差别。你选择离开，就是你最错误的决定。秦国皇宫内，龙笑笑面如霜，文武百官忧心忡忡。他们深知昊天镜威力，要是大唐参悟了，只怕大秦危矣。丞相蔡青神色凝重，陛下，我们要做出准备啊！虽然萧凡有炸药，但他并没亲身体验，也没见过。于秦人而言，无疑还是昊天镜更有威慑力。忽然长叹淡出，陛下，如今还有一个大问题，秦国大量谋士流去大唐，臣建议要加以限制。龙笑笑眼眸不抬，无妨，此次未必不是一个好时机。他们如此不坚定，留在秦国不一定是好事儿，反而可以趁此机会将这些人清理。朝臣们都沉默了。陛下说的的确有理，而这个消息也被冷风报告给了你。你面色古怪，若论谋术，你自有办法。于是乎写下一封信交给冷风，把这个交给我师兄。3日后，一个消息从云梦山传出，当代鬼谷子即将出山，各国都轰动了。世间传言，鬼谷怒而诸侯惧，安宁可天下息。无一国不想把鬼谷子请到自己国家。玄威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激动的来回踱步。鬼谷子出世，好耶！及时雨啊！只要能得他相助，再加上昊天镜，二者相加，9州唾手可得。如此一来，去秦国还算什么？哪怕萧凡也好，龙笑笑也罢，只能匍匐在他脚下，
跪地求饶。他并不认为鬼谷子不会选择大唐，大唐兵力强盛，而且谋士梦寐以求的至宝昊天镜都在这儿。嘎嘎嘎嘎嘎！萧凡，你且等着，朕必然会将你在秦国铲除。很快到了鬼谷子的出山日，各国人马齐聚云梦山，可鬼谷久久不出，不少人已经坐不住。大唐的陈长生最先派人进去，可没过半小时，2个侍卫就被扔了出来。他们惊恐摇头，属下只看到鬼影重重，就失去了意识，再睁眼就是外面了。陈长生皱眉，鬼谷的手段确实非同凡响。很快，一个人影从里面走出，大家都迟疑了，这当代鬼谷子怎么这么年轻？陈长生快步上前，见过鬼谷先生，可鬼谷子只是淡淡扫了他一眼，就没再多看，心中一沉，难道鬼谷先生不知道我们是大唐来的使臣吗？是了，竟然是他，久居山林并无知晓，大声道：“这鬼谷先生愿意，大唐必一力相待。”而且如今昊天镜就在大唐手中，此来各国使臣心中懊恼不已。大唐有昊天镜，这对谋士来说诱惑太大，卑鄙呀！秦国使臣更是愤恨，昊天镜本该是秦国至宝，若不是为了那萧凡，可鬼谷子却是皱眉：大唐为何不见萧凡呢？这下不止郭天一，各国使臣也都愣住了，鬼谷子为何反问这呢？陈长生一阵苦涩，此前萧凡确实在，可如今他们怎么好意思开这个口？鬼谷先生，你与萧凡认识吗？白飞羽疑惑了，萧凡是我师弟，自然认识。师弟一时激起千层浪，原来这萧凡就是师承云梦山嘛。他们想起来，萧凡来自一个神秘门派，换以前只以为那是为了掩饰自己出身低微，可现在呢，简直是啪啪打脸啊！大秦使臣大喜，他们失去了昊天镜，可却得到了萧凡、天机楼、鬼谷子和神奇的炸药。这时，你从人群身后款款走出，师兄，好久不见，看到你，鬼谷子笑了，你这是功夫倒是有精进不少。师兄弟一阵寒暄后，他得知事情的前后果。哼，早就和你说过，大唐女帝并不是能长久相遇之人。每次我说起这事儿，你总说对方与你有恩，现在好了吧？哎，师兄消消气。各国使臣只不能眼睁睁看着鬼谷子跟着秦国的车队逐渐远去。燕国使臣笑眯眯道：“陈丞相，或许你可以尝试将萧凡挽留回来，到时你们不仅有昊天镜，还有萧凡和鬼谷子2大杀器，岂不美哉？”陈长生彻底疯狂！这话明显是羞辱啊！等他把这个消息回去报告给大秦女帝玄威后，不出意外的，玄威也萧凡居然是鬼谷子的师弟嘛，龙翼扶手都快给抓碎了呀！这怎么可能？既然出自如此显赫门派，当初为何这般遮遮掩掩？分明是有意误导，但是又有点后悔，难受啊！马飞忽然想起来，如若能将萧凡召回，那天际楼、鬼谷子无疑都回到大唐。念及此，或许急速心的火热。若有这些，放眼整个九州，又有谁会是对手呢？这个想法一说，陈长生愕然。陛下，如今局面只怕召回萧凡千难万难啊！很难？不可能！之前萧凡不愿意回来，只不过是他语气太过强硬。10年起，那大秦女帝龙小小又如何能比嘛？虽然他后来也对萧凡动手，但抛开那件事情不谈，以前对萧凡是多么恩宠啊！只要语气稍微软一点，他定然心急如狂。陛下不可啊！如果萧凡拒绝消息传出，只怕大唐会在九州中再次丢尽脸面。如今已经被各国嘲笑，再来一次，大唐真的半分形象不存。放肆！陈长生，莫非你盼着萧凡不能归来大唐吗？他如今放下身段，萧凡怎么可能会不听从皇命呢？陈长生，你先未能将鬼谷子带回，又口出狂言，发疯2年，责令闭门思过。半年，陈长生闭眼，心里冰凉，最终只能无奈。臣谢主隆恩。另一头，你继续筹备京中事务，你不能长久留在边关，但边关又需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。于是，一招手，冷风忽然显现出身。末将在，除去各国探子外，召回所有不良人与天机楼成员。诺，大帅。等他走后，他当使臣前来拜访，传达了玄威旨意。因奸逆之人致使不良帅萧凡远离故土，朕心甚为惋惜。不料是府邸，朕一直保留。只要愿意回到大唐，朕立即将诬陷你的奸人交由你处置。你呵呵一笑，一剑把使臣给砍了。满谷不解，为何要做到如此绝情呢？你摇头，若不斩，他还不会死心。很快，时间过去1周，九州各国突然出现一个奇异现象，不少武功高强的人上到朝廷命官，下到江湖草莽，都有不少忽然神秘失踪。而他们的目标
正是前往大清的山海关。各国纷纷坐不住了，那不是萧凡的所在之处吗？联想到上次众多江湖人士前往秦国咸阳，也是你召集天机楼众，难道如今又是？大家这才发现，原来不良人一直没有被消灭。与此同时，在大唐的朝会上，玄威几乎每日都在等候使臣将你带回的消息。这些日子寝食难安。可这时，忽有侍卫来报，陛下，千牛卫被神将军失踪了！轰隆一声，发出惊雷，失踪。千牛卫12倍神，当初在不良人和12大内密探消失之后，一定是完全顶替了他们的存在。是如今玄威手上最趁手的剑，怎么会突然失踪呢？使臣满头大汗，臣也不知，是12倍神离开前命臣向陛下禀告的。说罢，他小心看了女帝一眼，而且后来提拔上来12倍神的倍神也只剩一半了。此言一出，满是哗然，倍神失踪，倍神的倍神也只剩下一半了嘛。玄威怒斥：荒唐，岂有此理啊！所有人首先联想到的就是萧凡。结合最近各国人员失踪的事件，毫无疑问，真相已经明晰。郭天一面色沉重：陛下，这只怕又是萧凡的诡计呀！玄威一屁股坐在龙椅上，他是真的愣住了。萧凡又是萧凡，自从他丢弃萧凡后，诸事不顺，甚至既有萧凡的影子。这千牛卫剩下的人当中，真的不再有萧凡的人了吗？千牛卫还能信吗？还能用吗？如若不能，他玄威还有何人可用呢？他是既庆幸当初早日提防并提前下手，又后悔当日为了一个昊天镜未将你赶尽杀绝。不过一想到使臣很快就会带着你一起归来，很快笑容挂满。只要萧凡回来，一切好说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太监来报：陛下，咱们派出的使臣被那萧凡，被他怎么了？被他当场杀了呀！噗，一口老血喷出。萧凡，你这个混蛋！彻底疯狂！朕放下身段，那是你萧凡的荣幸，你怎么敢糟蹋朕的一片心意？混蛋！而另一边，在统一9周后，你和大秦女帝龙笑笑也顺利成婚，结为夫妻，还是。好啦，玄威你别后悔的故事到这儿，第1季就宣告完结啦，完结撒花。本作呢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后尾流，只不过是古代框架版本的，内容呢也不仅限于谈爱情感情，而是换成了国战、权谋之类。虽然很不严谨，不过爽文嘛，你们懂的，爽了就行。对后续还有兴趣的，可以去奇猫小说手机端搜索玄威你别后悔，第1个就是了。小说已经完结，一共有500来章呢，足够看到爽啦。这个主角呢，其实是魂穿过去的，之后还会开发出各种高科技外挂。大唐女帝也是被不断打脸，是真的惨啊。那么我是周周，我们下个系列再见，拜拜。可婚后多年，龙笑笑突然头疼欲裂，7大女帝、师傅萧凡、昊天镜、穿越世界，寻找灵魂碎片之类的记忆不断涌入脑海。我是谁？我不是大秦女帝吗？龙族女帝。他想起来了，当初师傅萧凡为了拯救世界，献祭自我，他们受到神秘人的帮助，才想出办法，肉身留在本界，灵魂穿越平行宇宙，不断和师傅达成完美结局，收集灵魂碎片。可当这次他收集到碎片后，并没有急着上脚，而是思索，如今碎片已经快收集完成，可为什么这个神秘人会选择帮他们呢？这神秘人到底是谁？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，他在暗地里和瑶池女帝瑶姬商量，将自身法力注入一丝到碎片中，再上交以防意外。于是呼龙笑笑眼睁睁看着注入过自己法力的灵魂碎片被吸入昊天镜。神秘黑影呵呵一笑，好，很好，已经5块碎片了，我的计划终于要实现了嘛。